做自由的模型，听这个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高高和唯美翻模的 HD GTO 下压专用扎古赤色彗星版。HD GTO 第一款产品是2015年出的下压扎古，但是这两款翻模的其实是2019年版本的下压扎古。这两款模型的改动主要就是峰会、配色还有武器配件。那么高高和唯美目前的现货价格都是17块8。话又说回来，我记得唯美不就是行动换个马甲吗？包括阉割的细节和崩坏的胸部刻线都是完全一样的，正好也是刚刚做完黑色3连星配色的扎古，素质表现其实也大差不差，所以本期视频也不会太长，我们简单的来对比一下这两款模型的素质表现以及区别。说到本期内容会比较短，为了增加一些时长，那么正值端午节这个好时候，也可以来日淘酱来逛一逛。什么？你问什么是日淘酱？日淘酱是煤炉官方合作平台，煤炉也类似于国内的闲鱼，也就是海外的二手购物平台。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魔玩分享，就可以直接领取优惠券，而且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搜索想要的东西，方便又快捷。由于是海外平台，很多地方并不是中文，看不懂没有关系，直接点击左侧的红色按钮就可以自动翻译成中文，并且日淘酱支持微信支付购买，也会更加的方便。由于都是个人卖家，所以价格也会参差不齐。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多逛逛，总会有心仪的商品等待着各位。并且现在日淘酱购买商品代购费是全免的，合并费也是免费，国际邮费低至500克只要38元，现人首单也是满50减6，周4、周5手续费还可以便宜4块钱。并且现在还追加了新的活动，疯狂星期六，每周六晚上23点到24点，煤炉专区手续费全免即减免8元。并且还有各种商品金额满减活动，这里也是给各位罗列了出来。由于是海外平台，所以还需要注意国际运费，一定要看好价格以后再选择购买哦，毕竟国际运费确实不太便宜。感兴趣的朋友快来日淘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吧。那么单看盒子，这两款模型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高高的盒子这一次会更暗淡一些，唯美的相对来说会比较亮。当然了，盒子并不重要，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里边的板件。这一次是没有补色贴纸的，都是给的标志胶贴。顺带一提，高标胶贴，尤其是小贴纸是没有完全裁开的，需要自己再裁剪一下，会很麻烦。标配的说明书也会有些许的区别。然后来简单的看看板件的对比，依旧是左高高右唯美。针对下压扎古，二者这一次也是有一些色差的区别，单论零件的细节表现和整体的表面质感，其实真的都大差不差。再一个就是高高的刻线相对来说会比较粗，并且要深一些，唯美的刻线会比较薄，而且会浅一些，这就导致唯美的单独看上去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高高的零件单独看上去这个细节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但是在深陷的时候，其实二者的流畅度都是完全一样的，无非就是高高的刻线可能边缘的毛刺会多一些，唯美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干净。为了方便区分，带贴纸的是高高的，而不带贴纸的是唯美的。那么这两款产品就都放在了这里。单看当前的颜色对比，高高的算是 GTO 的配色，而唯美的这个反而更接近新生下压扎古的配色，饱和度会更高一些。在武器装备上，二者都是2把机枪、1把狙击枪、2个正当斧和1个火箭筒。在剩余的废件里边，高高还有一部分其他型号的零件，唯美是只有胸甲和换色的腰部零件。至于脚腕的这个零件，由于连续拼了4个 GTO 扎古，我有点懵了，我忘了唯美有没有这个黑色零件了。不过正常的腕带就是红色的，高高这里也是有提供红色的脚腕零件。本期视频我们来针对二者的细节进行对比。头部前端唯美是多了2个瘤子，高高是水口开在了两侧，会有明显的瑕疵。针对头盔侧面的零件细节表现，唯美的要比高高好上一些。胸部扎特林的细节刻画，高高是有的，但是这个细节不是特别清晰，唯美这里是直接给阉割掉了。胸部两侧的细节，高高的会有一些崩，唯美的这个零件反而没有问题，但是唯美的另外一个红色零件细节是崩的。高高另外也是给了一个胸甲，是绿扎古 C6 型的装甲，估计高高的绿扎古也在计划里边了。背包的喷口，唯美是做成了平面，高高的是正常的状态。肩部武装，唯美的是比较粗糙的，而高高相对来说会好那么一点点。盾牌上方的弹夹也是高高的细节会更好一些，小臂后方的水口，二者的位置会有所区别，星动的会更好，而高高的所谓隐藏水口会更难处理。小臂装甲侧面和后方的黑色零件，唯美都是有细节阉割，小臂的缝隙二者是保持了一致，裆部二者都差不太多，但是唯美的侧云甲后方是会有一点点的凸起，高高反而是没有的。膝盖侧面细节唯美有阉割，膝盖中间的装甲唯美的细节对比高高会更好一些。
脚掌零件唯美阉割的就比较多了，这个部分高高的细节刻画还说得过去。武器方面对比的话，基本上也算是各有千秋。以狙击枪为例，唯美的细节对比高高要更清晰一些，高高的会比较肉，并且热能斧的这个柱形卡榫高高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个部分唯美是做对了。另外，针对火箭筒挂载弹夹的处理，唯美的这个是会非常松的，没有办法固定位置，高高的没有这个问题。新武器也就是这把链式机枪，直接插在背包上就可以完成挂载。至于可动和关节紧实度的表现，还是唯美的要比高高更稳定一些。得益于换成了普通的小腿零件，腿部没有黑三那么沉，高高的下压扎骨对比黑三的把玩效果要更好一些。唯美整体的关节也会更加的紧实，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一款唯美的下压扎骨组合度也会更紧更差一些。支架连接件的挂载高高的还是比较松。至于学术建议，这里我以唯美为例，高高的这一款下压扎骨，老实说我遇到的就2个问题，一个是小腿外甲的前后合，一个是脚腕装甲的安装，其他的我个人感觉都算比较正常，也可能是拼多了习惯了吧。唯美的胸部零件需要进行扩孔，头盔、天线、嘴巴的零件安装都会比较紧的，需要处理一下。手臂关节、肩部关节、手臂后方的零件安装都会比较紧，需要扩孔。手肘两侧的零件是需要进行胶水加固。造型手的组合是需要消除内部的柱形卡榫再进行安装，这个部分会非常紧。这里给各位简单的看一下，唯美整个脚部零件都会非常紧，脚腕是皮带件的问题，剩下的部分直接扩孔就可以了。小腿前后合是需要进行扩孔，火箭筒左右合也是需要进行扩孔，剩下的正常组装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以上就是这2款模型的简单对比评测，质量上都是半斤八两一个样，所以买哪一个其实体验都差不多，就看各位是更喜欢高高的这个饱和度比较低的配色，还是唯美这个饱和度比较高的配色。这里我还是要提一嘴，做这种国产翻模 HG， 想提升把玩效果，来一瓶这个真的很有用，又能提升质感，又能提升关节紧实度，也不贵，一瓶甚至还能喷好几个。也算是终于把翻模的 GTO 扎武都做了一遍，真的是有点做吐了，后面真的是不看说明书我都能哭拼了。那么到此为止，本期视频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